这份合同我怎么都不可以签。那就走另一步，分家。思晴，乖，别再看了，听妈妈的话，回去看着弟弟妹妹。为什么大伯公他们围着妈妈？什么叫分家？就是一样一样分开来谈，先谈妥家事。哦，为什么妈妈的样子好像不开心似的？因为你妈妈在帮你大伯公他们想办法，你妈妈那么棒，很快就有办法了。那倒是，妈妈很棒的。好了，听妈妈的话，回去看着弟弟妹妹。啊，走吧。分家！哎呀，小姐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是不是天真的塌下来了？大惊小怪！大老爷带着叔公老爷，还有很多族里的人，他们找上门来了。大哥，他真的出手？分家！分家！是应该分家。我会答应分家的。轮不到你说不分了。我已经算过市价，贺正堂店面加仓库共值30万。我会按照规矩，15万是我们长房跟二房平分，另外15万就分给所有贺家的叔伯兄弟。对，还算公道，分家好啊！公道，对，分家好，就这么分，分家，就应该分家，分家。各位叔伯兄弟，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大嫂她一时很难决定，干脆这样吧，大家先喝杯茶，给大嫂时间考虑一下。不用，婆婆说得很清楚，绝对不可以分家的。这份合同我不会签。你要是坚持不肯签呢，那就找个能做主的人签。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找二嫂，一定要她签。大伯父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你一次又一次的为难我们，你这次还带了这么多人来逼我们交出贺正堂。世章在生的时候已经对你忍让很多了。他忍我，还是我忍他呀？大家亲眼看见了，世章活着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尊重过我这个大伯父啊？你非要逼我说的话，那好啊。你在贺正堂做大茶柜的时候，用高价入便宜货，还在酒楼跟人收回佣，你串通了外人来骗我们贺正堂啊！世章不幸走了，你跟世豪坚持要去佛山，留下世亮一个人看着贺正堂。不止啊，你还挖了个坑让他跳。世亮把牛角当犀角买，也是大伯父你派骗子来坑我们贺正堂的。你这么说有没有证据啊？是你搞得我们贺正堂被同行耻笑。世亮被你逼得就快疯了，他留书出走了。你知不知道婆婆已经70多岁了，可怜她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剩下这个儿子也被你逼走了。你害得她受不了进了医院，你还连群结党找上门来欺负我们孤儿寡妇。你们这些人到底是不是人，有没有良心呢？我早就说过了吧，他们二房为了霸占贺正堂，一定会说我坏事做尽来重伤我。现在全让我说中了，你们也全都看到了。总之不管他说什么都好，你们站在我这边呢就分家。是分家，不废话了。小姐，我们干嘛走后门啊？哎呀，你别管这么多了。分家！我们要去神楼，现在去求神？走啊！分家吧！分家！你不用再拖了，我也得签了。分家，大伙说分就分吧，分家，快点分家！各位叔伯兄弟，大嫂，不是大家逼你，现在你们二房只剩下女人和小孩了，
贺正堂你们守不住了，倒不如算清账分家，都有好处。我爸很公道，一定算得清清楚楚，不会骗你们。大嫂，签了吧。是，快签吧，签吧，快签呐，签吧，签呐，签了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别等了，别等了，快点，签了，快签，签了，签了，签了他，家嘛，快签呐，快签，快签，陈子，知道跟你说什么吗？是啊，签了，签了他，算了，快点，签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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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签了吗？签了，签了，别等了，不懂人话，签吧，快点，签呀！哎呀，小姐，你上去干什么？摔下来就不得了了。我会小心的。哎呀，公公，我们贺家就要散了，你要保佑我们度过这个难关才行。小心呐，小心啊！小姐，你小心点啊！小心，小心，慢点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把老爷的神主牌拿下来干什么呀？我不会签。好，你不签的话，我们去医院找二嫂签呢。你是不是要逼死我婆婆？就算是，也是你这个儿媳妇逼死你婆婆的。你要不想她死，就把她签了。你们要敢去医院的话，我就告到警察厅，告你们这些人谋财害命。告我们谋财害命，我们贺家的事关警察厅什么事啊？就是。如果呢，警察厅要是不理我的话，我去市政厅告。市政厅再不理我的话，我就告到法院。你告我什么呀？告我贺家子孙要求分家呀？啊！你签还是不签？签吧，签吧，签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一块儿到医院去，让二嫂签。好，你们不用去了。新月，你过来。二嫂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不用我多说，你也应该知道是什么事了。你身体不好，也别耽误你养病的时间。麻烦你签了这份贺正堂的转让合同，就快点回医院了。钱这方面我会办妥的，以后也不会再骚扰你们了。大哥，你要分家？我老爷在生之前说过，贺家是不可以分家的。如果有人坚持要分，我又拦不住的话，就把这封信拿出来。是啊，谁写的？对呀。无缘无故的拿封信出来，想吓唬谁呀？今天你要是不肯签字分家的话，我们就不走。对，不走，分家走了，分家，一定得分家，不走，分家。大哥，那你就可别怪我。四叔公，在这里你的辈分是最高的。这封信是我公公亲笔所写，麻烦你验证清楚，看看是不是一直都没有开过封的。对，的确是仁龙哥的笔迹。我妻也从来没打开过。
谢谢。好，现在我就当着各位叔伯兄弟的面前，拆开这封信。你没事吧，婆婆？我没念出来，你念吧。你要一句一句、一字不漏的大声念出来。各位贺氏的宗亲兄弟，这封信要拆开的时候，就是有人要分家，而这个人一定是我贺仁龙的不孝子坤尧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信月他是照我公公的话原原本本的念出来。如果你要问心无愧呢，就听下去再说。新月，继续念。哦，我知道，所有贺氏宗族的人心里都有疑问，甚至会替坤尧抱不平。为什么我会传庶不传嫡？是因为坤尧他的确是我们贺家的不孝子孙。坤尧当年29岁。那晚外边下着很大的雨，巡捕房有几个巡捕找来要抓这个畜生，说他侮辱良家妇女。那个女孩是家里一个新上宫的丫鬟，被坤尧这个畜生侮辱之后，为了保住我们贺家的家声，我做了埋没良心的事，花了很多钱赔偿给那个丫鬟和她家里人，要求他们撤销控罪。又花了很多钱打通了巡捕房，终于使这个案子不了了之。他们无中生有，重伤我。新月，继续念下去。1年之后，这个不孝子山穷水尽，又看广州风平浪静，就回了家。他娘带着他跪在我面前，给我侦查认错。看见这个畜生，我是怒不可遏。他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，天知地知，还有我知。坤尧这个畜生，他愧为我贺家的子孙。这个不孝子，从小到大都心术不正，我肯再收留他，已经对不起其他人。经过这件事，试问我怎么能把贺正堂交给这个畜生呢？所以我决定，100年归老之后，不遵祖先的遗训，也要把贺正堂传给我2子仲尧，传庶不传嫡。难怪不传大家别信这个女人的话，拿封信来胡说一通，无证无据，你说什么就行了。你住嘴，畜生！你爹对你是仁至义尽呐！你要是我的儿子，我打断你的腿，赶你出家门！四叔，你老糊涂了！你站在我这边，你也有钱分呐！四叔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畜生！这封信还没念完啊！你接着念下去。我帮了不孝子，做了这种事，违背了良心。如果他以后真肯改过自新，将来有报应就报在我身上。如果这个畜生心怀不忿，不知悔改，还要闹分家的话，他就不再是我们贺家的子孙，你们也不用再给我留面子了。另外还有一封是当年那个丫鬟的供词，你们把这份供词交给巡捕房，要这个畜生接受应有的惩罚。这份就是那个丫鬟的供词。胡说！你胡说！你个老家伙，怎么了？你太损了！我是你儿子，我是你儿子，我是长子，嫡孙子，长子，嫡孙子。怎么了，婆婆？你不舒服啊？好晕啊！婆婆，小姐，婆婆，小姐，婆婆。婆婆，你醒了。我怎么又回到这儿来了？你呀，当然要回医院啦。哦，难道你想趁机待在家里不回来了？是啊，婆婆，你怎么比思行还不听话啊？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要养好身子的。要不是有我这个老太婆拼了老命在你后面为你撑腰，你一个女人怎么斗得过那些牛鬼蛇神？刚才啊，我真准备被他们大
卸八块。但以后呢，我看他们不敢再欺负我们孤儿寡妇了。对了，那个畜生不是中风了吗？现在怎么样？他也来了这间医院，那就隔着2间病房，是吗？嗯。唉，医生，我爸他会不会醒过来？我不知道。那他会不会瘫啊？他会不会瘫呢？我现在暂时还不知道。医生啊，那你知道什么呀？病人中风的情况相当严重，我们能做的事已经做了，现在只有靠他自己了。爸，我是世豪，你听到没有，爸？公公，你快点醒啊！早知今日，又何必当初呢？